今天呢，我们来继续洋葱焦化这个烹饪技法的实践。看过我之前的做菜视频的朋友们一定知道，我用过几次自己炼制的这种料油。其实这个料油呢，是在传统的葱油的基础之上，我又在里面添加了几种蔬菜，让它有更多的味道的萃取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把这种我自己秘制的葱油配方呢分享给大家，家中常备，做菜美味。锅烧热啊，我们把油倒进去。炼葱油的话，我习惯是用菜籽油，其他的油其实也可以，但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用大豆油。一开始我们把锅温呢升上来一点，大概120到130度，后面的话就改成中火。好，现在的油温呢差不多有130了，我们开始逐渐的放入食材，大葱段，然后一些姜片，放入几粒大蒜，不要太多啊，因为味儿太冲。还有我们的小红葱头，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中小火啊。胡萝卜大概1根啊，切成条就可以了。半只去籽的尖椒，去掉叶子的芹菜，小香葱。其实葱油这个东西在中国大江南北都有炼制，都有使用，只不过整体的配方是有一些差别。比如在广东一带呢，大家喜欢用这种味道比较浓郁的小洋葱，就是刚才我们用到的蒜头葱。但是如果我们在上海呢，江浙一带喜欢吃的那个葱油面，主要是用小葱来炼制的。那在北方呢，就是用山东大葱比较多一点。像我们吃的一道比较有名的鲁菜葱烧海参，其实一开始的话，第一个步骤就是炼制葱油，用大葱去炼制。好，大概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就要改成大火了。最后再对这些蔬菜进行终极的萃取和焦化。你看这里边的小红葱啊等等的话，它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焦化了。这些蔬菜的味道都会萃取到这一锅油当中。好，我们把蔬菜捞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葱油呢就已经炼完了。等一会儿锅里的油冷却之后，大家过一下筛，把它倒入这样的瓶子当中，密封好，最好是放到冰箱的冷藏里保存，可以使用一段时间。平时呢，如果我们炒菜做一些肉菜，或者是和一些饺子馅、包子馅，其实它都用得上，用途还是很广泛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秘制葱油的配方和做法我就教给大家了，其实不难，很简单。我们下一集呢，就来看看具体的应用案例啊，拜拜。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